没事去吃那个，没事去买一只半鸡，买一只鸡嘛，就它肩胛骨还有连到肋骨的。半鸡是什么？半只鸡啦。鸡肉啊。鸡肉啦，炸鸡肉啊或什么的，你可以它的肩胛骨还连到肋骨的。你去看一下，你去玩一下那个肩胛骨嘛，你就晓得了。所以他们就跟我们很像的。一样啊。那老虎，你看有的时候老虎它在慢慢走的时候，它那个肩胛骨是凸的嘛，是。豹也是嘛，他们是趴着的嘛，所以他们有时候放松的时候，这个力量下去的时候，肩胛骨那边会起来嘛，是不是？那是很松的时候。可是当他要跑用力的时候，那边是平的。看不懂？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不需要这样子啊。可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正啊，你平常也不需要天天是这样子啊，那也很怪嘛。能松能放松，我们可以放松掉，我们可以做一般的活动，放松的活动。可是当我要连结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可以连，我那个地方一收，我就可以连结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你刚才说提肋骨，然后就是往下，就这是姿势，而不是我们放松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我们放松，它不应该这样子的。放松它没有连的那么紧密。因为我不需要。当我这样子随意活动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它那样子啊。是不是？我就是活动肩膀嘛，它是松。肩胛骨也会凸出来。也会凸，也会往这边走，也会往那边走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当我要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四肢我们一做一个式子的时候，啪，就啪，那个肩胛骨那边啪下去，这边一收，四肢腿跟体连，手跟体连。这样不懂？就我们要做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让身体结合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它就是啪，它就是这样连。因为通常想我们做什么甩手，还是一些比较放松的动作，因为老师说你的那个关节肌肉要放松，对，那个力量才会就是通过。对。那如果我这边放松，那它有可能会凸出来。那我的力量，比如说那我刚才教你们做这个的时候，对，你觉得后面是要松还是要收？后面松还是收？很难啊。什么很难？松吧。是要松还是要收？先松再收。不是啦，当我做这个甩，它应该是要收保持那个，不然你就会。对嘛？因为我现在在练的是哪一段？我现在在练的是肩肘腕啊。那表示其他的腰。所以你的肩胛骨要收住啊！你肩胛骨不收住，你这条线就不会稳定。肩胛骨会跑。听不懂？所以我现在只练这一段，我的肩胛骨就必须稳定。我这条线它才会稳定，因为那个根是稳的。你的肩胛骨不稳定，你的根是松的，它就会跑掉。你下来它就会跑，肩胛骨会跑掉。你的根跑掉，这条线就不会稳定。听不懂？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不能凸出来。那如果我要练它呢？我要练到它。是放松的练还是？对嘛？我如果要练到肩胛骨的话，像那种吗？就像这个嘛，就像这个。它就这个它就要松，因为我这条线要连接到它。那这样的话，哪一块腰？那我的腰就要收，我的腰要往下沉。这样不懂？所以练这个东西，这个线啊，身体连接的线啊，是一段一段的。它不是说我要有就有，不是的，你要一段一段的把它连起来。你要知道我练这个，它就要稳定。我是练这个，
它就要稳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啪，我练这个力量，它就要稳定嘛。我练这个力量，它不稳定，这个就不稳定嘛。听不懂？晓得吗？所以我们人体就是让我们有这么多关节，它可以做很多的姿势，很多的变化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要练出它的连接，练出它的稳定，我们必须什么？我们必须一段一段的做。我刚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根据老师刚刚讲，就是练哪一条线就有哪一段稳定，就松掉嘛。对，可是松掉那一段，然后要找相对的那一段去稳定，所以我一边松一条松，一条是稳定的。不是一条，是一个关节，哪个关节为根？对，就是要有一个地方的支点是稳对定的。那我的问题是这个，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是要松哪个地方稳定？你如果只练这一段的话，手肘就不能动，手肘就要稳定。你看，我如果练这个的话，我只练这个力量，我只练这两个骨旋转力，我的肘就要稳定。是走还是这走这一条关节，关节？你要稳定的是关节，那这边就不用，不是线。不是这样。你要练的是这条线，这个点要稳定。看不懂？你不了解啊？连接是什么？连接不是从点到点吗？连接就是从点到点的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这个线稳定，我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点是稳？当我前面我这个线在这个点在动，这个点在动的时候，它的动这个点不动，这条线才会稳定嘛，方向性才会准确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能动的只是关节啊，其他没有啊。对，我在练习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在乱转，是因为说这个东西我跟人家造成接触，一般是这边，对，那不就这两边都是不动，那我转这边就很奇怪，就是这边旋转，这边走，然后这样旋就很奇怪的感觉。我如果只以这里稳定，然后以这一点去做，你一开始练顺着，你这样做会比较觉得自然。你往这个方向，你可能会觉得比较自然。往这样做，有体会吗？因为这是我们的设计活动度比较大的角度嘛，这样子你一开始你会很不自然，因为它不是我们活动度大的角度，所以你先练这个，手不要动，听不懂？然后你这个掌握什么？掌握这个的转动，带动这中间的线的连接到这边。对，我就是要问这个，到底线是这边不动吗？我线到底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？都有，因为你现在的方向就是直的，它这两根骨头在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它们之间的筋是不是也在转？是吧？对吗？而一个关节起码有两条主筋嘛。就是两条一起。我这边不动的话，就是这边的两个主筋它没有在变，所以这两个是稳定的嘛。而我改变的是这个，我改变的是这个，听不懂？那我就是在练这一段。可是因为螺旋是有个向前的方向，是啊，对不对？那我那个向前方向，我想要找定点，我就不知道是这个中间出来的。你以手指为准，你这个也是一样。你看你如果要练这样子的，你如果是练这样子，就以掌，就这掌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掌为准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这些都需要，也就是说你手来，当我跟你一接触，我是这样子的时候，这样我的手没动嘛，
我走没动是什么？我走没动就保持到我的防御。可是我这个的活动把你的防御破开嘛？差在哪里？啊？我知道有差，我不知道差在哪。差在我们接触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的手在这边做防御嘛？我在这个地方做防御嘛？我的手不要动。当我做这个转动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把你的防御破开了？我的防御没有变，因为我这个点没有动，这样不懂？只是这个的拧转把你破开了嘛？我如果不是，我如果是另外一个，我的走动，当我一接触，我的走动，我变成这样子了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每一个关节的活动以谁为定点，以谁为定点，你的连接要有多长，它各自有不同的功能，这样不懂？那老师，我一般来说，假设我用电脑还是什么做在捷运里面，就是也是还是要保持就是那个，就是你怎么都可以练，你开车也可以练嘛。你开车你先练把那个肩胛骨一收沉下去，你的手就是这样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也可以什么？你也可以伸开，你把你的肩胛骨伸开往前推，那你就是这样动嘛。那差别在哪？差别你有没有用到这些肩胛骨啊？你刚刚说是手跟伸开，伸开是把肩胛骨放开，手是不是就变长？对，长了，那你的活动你用肩胛骨活动啊？听不懂？因为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些动作，老师叫我们把它伸开，就是让你的感觉肩膀变比较宽。对，这种结果比较适合做哪一些动作？跟你把它收起来。这我不能应用太多了，你自己把它练好你就晓得。因为现在的车子啊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的车子方向盘很轻。对，我们以前开那个车子方向盘很重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前在转弯的时候，会有很多手法。有的时候你这样转没有力量，你必须要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要这样转。以前没有动力方向盘。以前没有动力方向盘嘛，它很重嘛。对。尤其它停着，你要去转那个方向盘很重嘛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手会改变，我们会做出这个力量来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做这个的时候，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拧？这是不是一个拧？我们很重的做这个的时候，你的手臂自然做出来这样的力嘛。所以你这个以前车子开久了以后，你的手臂自然会有那个力，那你的身体，你到时候你也会知道，我自然要把手这样子，我自然要把手这样子，它就变成一个圈了嘛，跟练拳一样啊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嘛？现在你转方向盘就这样就好了，所以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不用转。对，这样不懂？所以就越来越退化嘛。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回想，跑步的人推广跑步的人说，人体就是设计出来跑步的。说原始人跑步可以追动物追很久，一直到动物累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如果说人体就是设计出来跑步的，那就是跑步应该是人天生就会的。那为什么现在跑步还要教？还要有那么多科学的数据、科学的分析去告诉你怎么跑？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跑？是不是？跑步是最简单的啊。如果跑步是最简单的，一直从原始人跑到现在，没有8000年也有5000年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从非洲出来不知道几万年了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跑了？为什么一个最基本、最简单的动作，我们还要去分析它，我们还要去教它？还会有错误的，所谓错误的动作还会有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因为不一样的生活，就忘了啊，就我们的身体变了嘛。对。
晓得吗？生活形态的转变，我们的身体变了，所以就变成一种你要特殊训练，变成一种以前自然就会的东西，你要去做特殊的训练，你才会。那非洲那些原始人或者那个原住民那些东西，看到那些训练跑步的，他不是会笑吗？跑步还要这样子训练啊？你还跑输我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是不是？我们练的这些东西是一样的。就为什么自然的动作你不会了？是不是？就你的身体感知没有了，你的身体变了，是不是？我刚才举例开车嘛，最简单的嘛，你不会了嘛？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就是让身体回到它的自然状态，回到身体应该有的那个自然状态。当你回到自然状态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怎么做，身体就晓得。那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在自然状态，它是在偏离正常的状态，所以你做出的动作就是错的，晓得吗？所以我才后面10几年的教学，从坐姿、站姿、走路，从这个教起嘛，因为你这个都做错了。你再去做快速的运动、用力的运动，绝对错。你越用力越错，听不懂？我是觉得现在，比如说学就是跑步的人，假设他都有研究好，然后都有练，他应该就会跑得比之前的人快吧？你不需要练，你就先练好正姿。我帮你把姿势弄好，你坐对了，站对了，走路走对了，你根据这个去跑，要根据你的身体去跑嘛，不是根据别人教你怎么跑，因为他教你怎么跑，你还是学不会，你还是学不对，因为他教的人也许他的身体变对了，可是你的身体没有对啊。他的方法是在他那个身体状态下面发展出来的方法，他不是根据你的身体结构、身体习惯他是谁？他就是那个专业的训练跑步的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叫那个非洲原住民来教我们怎么跑，他会教吗？不会教嘛，他就说你跟我跑就好了。就这样子啊。他们的那些教练就是说，因为俄罗斯算蛮强的这一方面，他的教练就是都是一个胖胖的阿姨啊，对，自己应该不会很轻。对啊，他教的很好啊。对啊，对，很好，就是他可以看出你的缺点。哦，所以他也不见得自己会。他当然是会啊。他当然会，他当然年轻的时候有滑过，他有经验嘛，他才能看出，跟我教拳一样嘛，我能够看出你们什么地方是不对的，然后做调整嘛，而不是给你一套统一的方式去练嘛，你不可能的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你再帮我摸一下那个肩胛跟腰的那个点的地方啊。我刚才有没有摸？刚刚没有摸到。啊？刚刚没有摸到我。哦，是啊，好。哦，你这个地方凸啊，你现在再用前面做，是不是？做到这边，哎，到这边，这往下，对，这也是一样，这收，这往下，好，这个收住不要动，前面松掉。有没有感觉到它接到腰？这个腰脊椎旁边2条肌肉。对嘛，就是这个筋嘛，有没有？然后到这边，你到这个地方断了嘛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要把肩椎往下带，肩椎往下带，
这个力量就又下去了。那你现在有一点往后倾，所以在这边断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把它放正，你要把脊椎放正，身体放正坐，身体放正，这个到这边了，再练习肩椎往下拉，让这个力量再下来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好？有，对吗？所以它是这边这两个肌肉有点这样把它收起来这样，不是肌肉，是肩胛骨。肩胛骨。对，懂哈？好，肩胛骨。好，好了，那下礼拜见了。嗯。